照这么算，你是赚了83000两银子，对不对？裘先生，请你救救我啊！你起来吧。汤子韶，你说要我救你，我救得了救不了，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，我好斟酌呀。裘先生，我说句实话，我陆陆续续挪用了胡大先生的价本，这都是没有办法呀。哎呀，这几年我运气不好，做生意亏，我的那个小妾又好赌，输了不少啊。胡大先生现在落难，我要是有办法，早把那笔款子给赌上了。照此说来，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了？不是，我手里还有点玉器、古董啊。我知道你裘先生是个大行家，什么时候到我那儿看看，能值多少？现款是没有多少，我再尽量凑。你能凑多少？说说看。一时算不出，总要先看那些东西估个价，看缺多少，再想办法。那好吧，你看什么时候我去看看？那就今天晚上好不好？小妾做的菜很不坏，我叫他显显身手，请裘先生来鉴赏鉴赏。哎呦，裘先生，外边天凉，请。好。裘先生，您在这儿稍等，我上去给您拿东西啊。好。裘先生，您看看。这是刚卯，后面一定有4个字：莫我敢当。你看，果然有。裘先生果真是行家呀。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辟邪的。哦，那为什么叫刚卯呢？刚卯的刚好懂，既然辟邪，当然要刚强些。可这个卯，我就不懂了。卯是卯金刀刘，汉朝是姓刘的天下，这是汉语，取刘字的一部分，所以就叫刚卯。哦，裘先生真是博学呀，佩服啊！玩汉语这些总是要懂的。你还有什么？来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罗盘。不错，跟罗盘差不多，是日龟。日龟？这玉倒是汉玉，好像出土不久。法眼，您真是法眼呐！刚刚出土3、4年，是在规划城出土的。这块玉什么价钱？因为刚刚出土，以前也没有过同样的东西，所以行情不明。原来只当1000两。我只给了500两，最后当了700两。
这件东西要是遇上识货的，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老爷，开饭了。不要紧，是内人。那就开在楼下吧。好的。薛言，你找我什么？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我想把阿娇送给邱风言。什么？这位裘老爷好像在哪儿见过吧？你自然见过。那天富康门口搭了高台，几句话说的挤兑的人是鸦雀无声啊，那就是裘先生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正好陪邻居去看热闹，正看见裘老爷在上面讲呢。哎呀，裘老爷的口才真是没话说。这倒是其次，我还听大家说呀，裘老爷的义气也真是少见。这胡大先生啊是财神，这平日里啊捧财神的人不计其数，可等到财神落了难呢，哎呀，就像变了瘟神似的，人人见了都要躲。只有裘老爷看不过去，出来说句公道话。如今一看裘老爷的相貌，就晓得一定是积德行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有着大福气的厚道君子。好说好说，我也久闻唐姨太太贤惠能干，是我们老唐的贤内助啊。惭愧啊！裘先生，这是他的拿手菜，尝。好，来，吃。哎呦，我自己来。不客气。老唐啊，天下的朝奉都是你们徽州人，好比票号都是山西人，而且听说只有太谷、平遥这2、3府的人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这话要是别人问我就装糊涂，随便的敷衍几句。可是你老哥问我就得说他的来历了。不过也不是什么体面的事。哦，怎么呢？这明朝嘉靖年间，我们徽州有一个人叫王直，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。我只晓得嘉靖年间有个打严嵩的邹应龙，不晓得哪个叫王直。你不晓得，我告诉你啊，王直是个汉奸。汉奸？一点不错。莫非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？他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去勾结日本人。那个时候管日本人叫倭寇。倭寇来到咱们这儿啊，在江浙沿海一登陆，是两眼漆黑呀。就是这个王直和他的下属给做的向导。这倭寇还真下作，是什么东西都要，是什么东西都抢。可是有的东西呢，他们根本就带不走。这王直呢，动了个脑筋，开典当行。这老百姓来当东西啊，那是个幌子，说穿了就是替日本人销赃。怪不得呢，你们那笔字像鬼画符，说话用切口，原来都是有讲究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徽州那个地方苦得很，本地出的东西养活不了本地人，这人们只有出来谋生，呼朋招友，同乡照顾同乡，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你们徽州人做生意实在厉害，像扬州的大盐商，问其祖籍一半是徽州。像王直这样做汉奸，还替日本人销赃，他就不怕官家抓他法办？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当时的巡按御史，就是后来做了巡抚的胡宗宪，他也是徽州人呐。虽说不上包庇他，但是看在同乡的份上，
稍微的抬一抬手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所以说，这官司不怕大，只要有交情，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啊！邱先生，来，干一杯。好，来。这件事我想了好长时间了。阿娇是个好人家的孩子，我们应该给她找条生路，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而把她给拖累了。可他自己愿意走吗？只要好好跟她说，我想她会答应的。那倒也好，他平时待人也是和善的，为人还算忠厚，说话行事都还有分寸。邱风言呐，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了，我了解他，为人忠厚，原来也有一个儿子，后来得了一场瘟疫死掉了。如果阿娇能够嫁给他，生个一儿半女的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好事是好事，不过不知道阿娇自己愿不愿意，你还是应该问问她。找个机会，我跟他谈谈。老唐啊，不我该走了。您不能走啊！我去就回，您在家等我，咱们还没喝完呢。啊，月如，你啊，好好陪陪邱先生啊！不，老唐啊，邱先生，我真的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你一定不能走啊！我还有好多的话没跟您说呢，我去就回啊！你。裘先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愿意我陪你啊？不，天要晚了，不好再打搅了。晚？怎么晚了？是想你家夫人了吧？我们老夫老妻的，没什么好想的。来，裘先生，坐下来，我陪您喝一会儿吧。裘老爷，我就是喜欢有本事的男人。像裘老爷这样又有口才又讲义气的男人，真是让人愿意交往啊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笑什么？我是笑我自己呀。您笑自己做什么呢？这杯酒，我是很想喝，但是又不敢喝。这就怪了，为什么想喝又不敢喝呢？我是怕我自己酒喝多了，把握不住自己，闹出什么不成体统的事情，坏了嫂夫人您的名声。你们这些男人就是胆小如鼠，惜身如命。此话怎讲？裘老爷是不是个规矩人，我不在乎。我来陪您喝酒，您想喝就喝，不想喝就不喝，说那么多让人难听明白的话干什么呢？什么叫名声不名声的？我图的就是个高兴痛快，至于别人怎么讲怎么说，我才懒得管呢。痛快，痛快！我风言自愧弗如也。看你又讲这些酸文，就一句话，喝不喝？喝，我喝。阿嫂，你晓不晓得老唐亏空了有多少？总有3-4万两银子吧？不止。啊，那是多少啊？起码要1倍。真有这么多？阿嫂啊，你也不用那么急，慢慢商量，我可以帮忙。不过我帮了忙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裘老爷，您说这话
也太小气了吧？既然我们都是好朋友，难道帮忙就一定要好处吗？可我们不是什么好朋友啊！裘老爷，我求求您帮帮我们吧！裘老爷，求求您了。你看，男欢女悦，看来我是无福享用喽。好了，我该走了，你起来吧。老唐回来，你转告他，他和你的心意我心领了。不过胡先生对你们的情谊，你们要记在心上，能凑出多少钱来凑多少，人家正在难处。他亏空至少有8万两银子，照你的意思，打了他一个3折，公事已经报上去，这笔银子追出来抵还你的官款，也不无小补啊。从事发到现在，所有到我这里来的，都是来要钱，能帮我追回钱的，只有2个人，你和应春。应春接受了我一些好处，我们呢，也算是礼尚往来。你就不同了，平时我很少帮你，在我落难的时候，你却帮我。哎呀，受之有愧呀！雪颜看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们是老朋友了。再说这一点钱也是杯水车薪呐。不对，此时能送我胡雪岩银子，那比什么都贵。哎呀，这人呐，只有在落难的时候，才知道情义比银子贵。都是你，自作聪明，使什么美人计，把自己的老婆都给卖了。人家早就看透了，只不过给你留个面子，没揭穿你罢了。我对不起大先生，我对不起他呀。我看能凑多少就凑多少吧，花点银子买条生路，事情不能做得太绝。据上奏，文富康银号关闭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玉所存该号银两至70余万两之多，请记查明确数，纠所从来，据实参处等语，着顺天府确查具奏。下面是翻台的亲笔，不过只有2句：事已通天，恐尚有言旨，请速之为记，容面谈。还是没有说清楚嘛？这面谈到底是我去呀，还是他来呀？如果他不来，那就是让你去了。还有个言旨，指什么呀？抄家、革职，还是不清楚。速之为记，记什么？看来我还得去一趟上海。为什么呀？我至少得把转运局的事情有个交代。这件事情不能牵扯左大人。如果真要是牵扯了左大人，那我就太对不起他了。你现在还在为他想，他也该为你想想呀。不要说了，帮我去收拾东西吧。老爷，翻台大人来了。快请。德信大人，雪颜，深夜来访，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雪颜，事情有变，文中堂怕顶不住了。雪颜，文中堂真有那么多款子存在你那儿？没多少，细数我不详，大概也就40-50万。这也不少。那大人你看，如果顺天府如数照报了，朝廷会怎么办呢？
照定制来说，朝廷应不会听片面之词，一定要文中堂明白回奏。文中堂会怎么回奏呢？那就不知道了，总不会承认自己的钱来历不明吧？他历任要职都是些肥差，如果节俭积成这个数目，似乎也不多。好家伙，你真是财神的口气呀！光是钱庄存款就有40-50万，这还不算多吗？文中堂这次啊，只怕要担干系喽。现在查贪的气焰正盛，皇上为了尊重沿路，恐怕要拿文中堂来开刀。会治他罪？治罪不可能，但是要处罚。怎么罚？现在正在用兵，军需急缺，可能就会罚他报效饷银，罚多少就不知道了。雪爷，我所说的素质为纪，就是要把这笔罚银准备好啊。哪笔款子？文中堂的罚银，上谕一下来，他的罚银必然从他的存款当中提取，这可是奉圣提取的款项。到时候你要拿不出来，那就犯下大罪了。知道了。等我一到上海之后，我首先把这笔款子准备好。好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？事不宜迟，我明天就走。哪天回来？那就要看事情办得顺不顺手了。我还想着顺便到江宁去看看左大人。对，你早就该去了。听说江西巡抚的官缺，朝廷一直没定下来，也不知道左大人会不会考虑。行了，我知道，见了左大人，我一定会力荐大人。我对江西情有独钟，所以特别关注，倒不敢过分奢望。以大人的才干，我想一定能够胜任。过奖啦！现在事情更麻烦了。怎么了？文中堂在富康的几10万两存款都变成了官债，我们必须尽快还上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壮士断腕。看来我必须断一臂膀来保全性命了。真的到了这个地步吗？只有如此。那到了上海，你打算怎么走？托应春把私检全部出清，款子存在汇丰银行，作为还官款的预备金。我还要去见左大人，请他出面替我求情，望官款不要催讨得太紧。我现在毕竟还有赚钱的买卖，我垮了对朝廷没有任何好处。你还有什么赚钱的买卖？典当行吗？这么说，20几家典当行还是可以开门。等年底结了账，赚了钱，我们把公款还清了，20几家铺子还是我们的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些赚了钱的典当行，我要按照市价尽快的出售。那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迟早还是什么都没有。还是有很大区别。比如说，一家典当行，它的价本是20万两，那是它在正常营业。如果关闭了，或者是被查封，它就不值这些钱了。这个道理你明白吗？明白是明白，可我们就不能留一点吗？不能留，至少要等我从上海回来以后才知道。从10月底到今天，总共20多天。虽说有场天大的风波，不过除了老太太搬到城外暂住之外，我们这个家总算没有太大的变化。那照你估计以后会怎么样？难道这一大家子人非要拆散不可吗？行了，既或是都散了，你我也散不了。阿四，到了下辈子我还得找你来做我的太太。
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，我就不再说什么了。我只想替你留一笔东山再起的本钱呐。东山再起，迎春，你的好意我领了。东山再起，不可能了。像我胡雪岩能有今天，那是靠天时地利人和，还有2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。想想看吧，你觉得我以后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？想当年，王有龄王大人殉国的时候，我是万念俱灰，什么都不想做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遇到了左大人，他的西征给了我一次绝好的机会。再就是洋务了，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懂洋务，我是占了先机。现在不同了，四面楚歌，西楚霸王走到尽头了。办法还是有的，顶要紧的一点就是私钱2项，你一定要坚持自己来处理。我来处理？怎么处理啊？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价钱。现在这个情形，谈何容易啊！我找到一个法国人，他很愿意来买我们的丝，不过价格方面，他还要回国去商量商量。我现在只能对你这么说，现在这个情形，我已经很难维持了。瑞香，我觉得身子骨现在已经好多了。看来胡老爷给你找的药挺灵的。这江湖上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你看啊，这外国杨大夫治不好的病啊，中国的偏方啊，可能就能治好。那您就多吃几副。啊，应春呢？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。迎春啊，这价钱上我们可以再让一让，总之要尽快做成。好，明天我就去看。哎呀，去找个地方吃点饭吧。随你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大馆子不去，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想见熟人。要不去吃一台花酒？我现在还哪有心情去吃花酒？找一个小饭馆。好。好，今天就听你的，随便找个地方。来，2位客官里面请，吃饭还是喝酒啊？里边请啊。老同和，好极了。今天就在这里吃。里面招呼客人嘞，2位您里边请，请。来喝。您的茶。喝酒。来，干。伙计。你们老板呢？我记得他左手好像是个六指。那是我们老板，已经去世多年了。现在的老板应该是他儿子了。我们老板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现在她是这的老板娘。她的名字是不是叫阿彩？哟，这位客人您真是老主顾啊！现在叫得出我们老板娘乳名的，真是没几个人了。老板娘，老板，别叫了，快去给我们上几个好菜，烫壶酒来。好嘞，就来。你对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啊？20多年前，我第一次来上海，第一顿饭就是在这里吃的。你怎么连老板娘的乳名都叫出来了？这里边有什么故事啊？
太太喝茶。日香，帮我去买一份申报回来吧。我做好饭再去吧。也好。哎，日香，你还是先去买报纸吧，我要看看有没有小爷叔的消息。小爷叔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这心里老是惦记着。先去吧。那我现在就去。来喝喝。我不知道是这以前老板的手艺好啊，还是我的胃口变了。总之，这菜做的不如以前了。你是大馆子吃惯了，再到小铺子里不习惯喽。想当年，在杭州钱庄我丢了生计，跑到上海来找事做。这一等啊，就是10多天，找不到，盘缠也用光了，日子过得苦啊。是吗？哎，不瞒你说，客栈的钱好欠，可饭不能不吃啊。开始还有盘荤菜，后来连那黄瓜汤都喝不起了，就买2个硬饼来充饥。再后来饿得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就把我的长衫给当了。哎，不要吃惊，这吉人自有天相。哎，老板的女儿阿彩知道了，帮我赎回来了。这么说，那阿彩还是你的红粉知己啊！这人呐，在困难的时候难得有人帮。可惜啊，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今天来，想不想再见见他？我正在想。迎春啊，你说我在上海待了这么久，净忙着挣钱了，居然能把这份情给忘了。老天爷安排我今天来，是不是就让我还这个债？那你准备怎么还这个债呀？我问问啊，伙计，哎，老爷，您有什么事要吩咐啊？老板娘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后面啊。去，把他给我叫来，就说20多年前的一位老朋友，想见见他。好的，您稍等啊。糟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小爷说的事情可能有大麻烦了，快去把迎春给我找回来。可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。去问车夫嘛，快去！来喝喝。来，是啊，来喝酒，来，干！来。我就是这儿的老板，请问是哪位找我啊？阿丽。您是？我姓胡。忘了，20多年前，你表姐让你从当铺里赎回了一件长衫。为了这件事，老板还狠狠地骂了你表姐一顿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这20多年前的事儿，您还记得呢？当然记得。胡老爷，您一向可好？好，你们也好啊。好。这当了老板了，那阿彩是老板娘。你娶了你表姐了？不是，是入赘。入赘也好，娶也好，总归是夫妻嘛。恭喜！谢谢老爷。几个孩子了？2个，1男1女。1男1女1盆花，好啊，好极了。老板娘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哎呀，胡雪岩，胡大财神来了。谁呀？就是那位先生，刚才说跟咱们老掌柜认识的那个人。你说什么？胡大财神来这儿吃饭？是啊，现在正在跟老板说话呢。真的？这可真是没想到的事情。胡大财神能上咱们小饭馆来吃饭？想不到的还有呢，他说他认识你。
我？他怎么会认识我？你对他还有恩情呢。我对他有恩情。 20几年前，你帮他赎回过一件袍子，还挨了掌柜的骂，你忘记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是他！哎呦，胡老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想不到您老人家就是胡大财神啊！那是以前，现在是赤脚财神。这财神总归是财神。今天是冬至，财神临门，看来明年房子翻造，老店新开，我啊也要翻身了。我老丈人说的那话要应验了。你老丈人怎么说啊？我老丈人会看相，他说我会遇到贵人，40岁以后会得发。我今年刚好40多。我算什么财神啊？我现在都是瘟神了。不，财神不光要有钱，还要人好。您是个好人，您在杭州救了不少老百姓的命，这件事上海人都听说了。在我眼里啊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您都是个大贵人。行啊，有你这句话，就不负我活一辈子了。来，喝酒，来。哎呀，老友相见，来干杯！来，干！哪个？你看看那个不是吗？就那个。到底是哪个？我怎么看不清啊？您过去不就看清楚了吗？还可以跟他说说话嘛。看你说的，我穿的这样子能见人吗？你表姐大你几岁啊？大3岁。好，女大3抱金砖嘛，以后定能抱得金砖。对。当年阿彩啊，眼界高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一直到了27岁啊，老姑娘的脾气又怪，人见了都怕她，然后这不就嫁给我了吗？你就不怕她？哎呦，不是不怕，我是从小让她呼来喝去的惯了，脾气好的时候这样，坏的时候也这样。女人大了好，大了懂得疼人。嗨，平时啊还是我让着她。好，吃好了。迎春，付钱。好。哎呦，别，算了，拿着。胡大老板有钱。胡老爷，请。来，哎，胡雪岩，嘛，他们胡雪岩，各位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不是我们选2钱，我们要对1半。走！你们吵吵闹闹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家饭铺，我看你们谁敢在这胡闹！我们没有胡闹，我们要找胡雪岩对银子。对银子！这是饭铺，不是钱庄。你们要吃饭往里面请，要不吃饭全给我滚！走！还银子！你们看对了，我就是胡雪岩。有人也叫我胡大财神，现在不是了。我跟你们一样，已经是一个普通的人了。只要是个人，他做事就一定要守规矩，欠债还钱嘛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你们说的对，可是我刚才听有人喊我吃了你们的肉，喝了你们的血，那言外之意就是我胡雪岩私吞了你们的血汗钱，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。你们记住，只要我胡雪岩还活着，我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不会欠你们1文银子，我不会欠你们1分的利息。但是我也得把实情告诉你们，我现在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，现银周转不灵。但是你们放心，只要我胡雪岩活着，我就认这张银票。就是我死了，我也认。我会让我的子孙后代都认他，我让他们来还你们的债。
还你们的钱。诸位，薛岩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们还有必要站在这里骂吗？胡老板，您这么说，我们就不能说什么了。我们是小门小户，一时着急，说话欠检点。您老别生气。我不是生气，我只是跟大家要讲明白这个道理。胡雪岩呐，也是从小户人家走出来的，我知道手里没有银子的难处。大家放心，胡雪岩绝不会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。胡老板，有您这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今天啊，难得见胡老板，我们大家助助兴，请胡老板喝杯酒怎么样？不必了，不必了，我们已经喝过了。薛元兄，走吧。好，各位，对不住了，改日我们再聚。是，好，好吧，好，走吧，这句话就行了。阿才啊，胡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慢走。阿丽，快去送送胡老板。哎。